如今，随着越来越多家庭的经济状况的改善，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女性成为了全职太太，甚至有男性选择在家中待着。这一现象被戏称为啃老族。这引发了我一连串的思考。对于那些整天无所事事、不劳而获的人来说，他们是否会觉得自己变得无足轻重？或者，是否真的有人认为，拥有足够多的财富，去养活那些无所事事的家庭成员，是一种本事？实际上，真正繁荣的家庭是那些通力合作、代代相传勤劳家风的家庭，他们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论断。废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也许就是让他无所事事。当人没有事情可做，无聊感油然而生，生活就变得杂乱无章。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会导致人思维混乱，容易在感情生活中遇到问题。让我们以一个小区里的一对夫妻为例，曾一同努力工作多年，积累了相当的财富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，妻子决定不再工作，而专心在家照顾孩子。然而，当孩子上学后，妻子因无所事事而感到焦虑，于是开始在附近的麻将馆玩牌。渐渐的，从最初的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次，甚至上瘾。在玩牌的过程中，他结识了一名帅气的男性朋友，渐生情愫。这个故事表明，即便是幸福的家庭，也会因为无所事事而解体。一个无所事事的人，往往会胡思乱想，对他们的感情生活造成负面影响。在社交媒体上度过大量时间，无所事事的人可能会结识陌生人，学到不良的信息，逐渐养成坏习惯，甚至可能因与网络上的陌生人交往而产生不健康的情感。天天和一个人聊微信或其他社交媒体，无论男女都可能陷入情感泥沼。人是情感的动物，深入交流会引发感情波动，导致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伴侣关系疏远。无所事事的人常常觉得别人欠他们什么，以为一切都理应属于自己。这种过度溺爱的方式使子女不懂感恩，反而让他们变得自私，缺乏孝顺之心。过于宠爱一个人是一种错误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教导别人如何赚钱，建立家庭和事业，而不是代替他们做所有事情。无所事事的人容易养成不良习惯，无聊的时光会导致他们去从事一些无益的活动，如赌博、结交不良朋友、睡懒觉、沉迷肥皂剧等。人生最美丽的时光应该是充实而有序的，而不是毫无目标和重复的日子。无所事事的人每天都陷入重复的循环，生活失去了意义。无所事事的人会养成惰性思维，不再有进取心。一个没有理想和目标的人是可怕的，因为他们会变得思维迟钝，无法看到机会。生活中有许多机会，但只有思维敏捷的人才能抓住他们。退休后，有些人突然感到颓废，因为他们失去了目标，也失去了积极性。对于那些不能适应新状态的人来说，退休后的日子会令他们感到失落。无所事事的人在面临挫折时容易崩溃。正如谚语所说，温室里养不出万年松，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。无所事事的人习惯了舒适的生活，一旦面对逆境，他们可能毫无抵抗能力。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他们陷入绝望，无法应对挫折。总之，人生是用来奋斗的，最美的花朵是用汗水灌溉的，最珍贵的生活是用双手创造的，最甜美的爱是用真心珍惜的。如果你只是过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，虽然看起来幸福，但实际上你是一棵不生长的树，只是虚度时光，成为了行尸走肉。